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韭菜不香。2018年年底，洛杉矶有一家投资公司，几乎所有大型金融集团都想买，但它的创始人就是不愿意卖。这家公司叫 Oaktree， 中文一般叫橡树资本。创始人 Howard Marks 不是那种天天上电视追逐热门股票的基金经理，他最出名的事情是在别人都在抢着买的时候提醒大家小心，在别人已经吓得不敢买的时候，拿着几十亿美元进场抄底。很多公司看重的是 Oaktree 管理的资金和困境债务能力，但 Howard Marks 最担心的也是这个。如果把公司卖给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大集团，对方明天要求提高增长，后天要求多放贷款，大后天再让基金追逐热门资产， Oaktree 最值钱的东西可能很快就没有了。这时 Brookfield 的 Bruce Flatt 出现了，他提出的方案非常反常。 Brookfield 可以买下大约60%权益，付出接近48亿美元，但 Oaktree 仍然独立运营。Howard Marks、Bruce Karsh 和原来的管理团队继续控制投资决策。Brookfield 不会每天冲进会议室，告诉他们哪些债券可以买，哪些公司必须救。一个人买了公司，却主动表示暂时不接管；另一个人卖掉了大部分经济权益，却继续掌握自己一手创办的投资机构。这笔交易看起来像收购，实际更像两位投资大佬先结婚，再用7年时间观察对方。2025年10月 ，Brookfield 同意再支付约30亿美元，买下剩余约26%的权益。到了2026年7月，交易正式完成。从第一次拿下多数股权到逐年增持，再到最终拥有100%经济权益，这场交易前后持续了7年。为什么 Howard Marks 拒绝了那么多买家，最后却接受了 Brookfield？为什么以房地产、写字楼、水电站和基础设施闻名的 Brookfield 愿意花接近80亿美元买下一家专门研究违约、破产和坏债的公司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同时也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做这类深度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故事要从 Howard Marks 最擅长的一件事讲起，等待别人出问题。Oaktree 成立于1995年。Howard Marks、Bruce Karsh 和几位合伙人离开原来的公司，专门投资高收益债券、困境债务和那些被主流市场嫌弃的资产。普通资产管理公司最喜欢市场上涨，股价涨，客户高兴，管理资产也会跟着变大。Oaktree 却有点相反，经济繁荣、信用宽松的时候，企业很少违约，大家都敢放贷，垃圾债券的收益率不断下降。此时 Oaktree 最擅长的困境投资反而找不到足够便宜的机会。真正属于 Oaktree 的季节是别人开始害怕的时候。2007年，美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裂缝，但金融市场还在庆祝。Oaktree 提前募集了一支规模接近110亿美元的困境机会基金。当雷曼兄弟倒下，银行急着出售资产，很多企业的债券跌到面值一半甚至更低时， Oaktree 手里已经准备好了现金。别人是在火灾发生以后四处找水， Oaktree 是在火灾发生以前就把消防车停在门口。这一次投资让公司赚到数十亿美元，也让 Howard Marks 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信用投资人之一。巴菲特长期阅读他的投资备忘录，很多基金经理把他的文章当成市场周期教材，问题也随之出现。一家在危机中最有价值的公司，在长时间牛市里却不容易讲出漂亮故事。Oaktree 在2012年上市，接下来几年美国股市不断上涨，利率长期保持低位，违约率很低。投资者喜欢那些管理资产每年稳定增长，利润每个季度都能向上的公司。Oaktree 的业务却具有明显周期性，市场越平静，困境机会越少，真正的大利润往往要等到危机出现。从上市到2019年被 Brookfield 收购前， Oaktree 的股东回报明显落后于标普500指数。公司不是经营失败，而是资本市场不喜欢等待。投资者希望下一季度就看到增长， Howard Marks 却可能告诉他们，现在没有便宜资产，最好的决定就是不出手。这对一家公开上市公司来说非常难受。 Howard Marks 很早就知道 Oaktree 迟早需要一个更适合自己的长期股东，但他不愿意为了摆脱公开市场压力，就把公司卖给一个会破坏投资文化的买家。多年来，不少大型金融集团敲过门， Oaktree 的品牌、客户和信用投资能力都很诱人，但谈判总是卡在同一个地方，买方想要控制，创始人想要独立。直到 Brookfield 出现， Brookfield 和 Oaktree 看起来完全不像一类公司。 Oaktree 坐在办公室里研究债券条款、破产文件和资本结构，
最喜欢企业出现麻烦。Brookfield 则在全球购买写字楼、购物中心、水电站、港口、收费公路、数据中心和工业企业。一个研究债权人能拿回多少钱，一个研究一座电厂未来几十年能产生多少现金。Bruce Flatt 领导下的 Brookfield 最擅长做2件事，一件是买入市场不喜欢但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重资产，另一件是使用长期资本，把这些资产持有很多年，再通过运营改善和融资结构提高回报。这和 Howard Marks 的思路其实非常接近。两个人都不喜欢追逐热闹，也不依赖准确预测宏观经济，他们更关心价格、现金流、风险和安全边际。Howard Marks 常常提醒投资者，好的资产买得太贵，也可能是一笔坏投资。Bruce Flatt 则习惯在市场低迷时买入大型资产，耐心等待价值兑现。但 Brookfield 当时缺少一个关键能力，信用投资。到了2018年，Brookfield 已经管理超过3500亿美元资产，在房地产、基础设施、可再生能源和私募股权领域拥有庞大平台。随着资产规模扩大，他遇到越来越多需要债务融资的项目，也开始管理保险和长期资金。仅仅会买资产已经不够，他还需要会放贷、会处理坏债、会设计资本结构，并在市场出现危机时快速部署资金。如果自己从零培养一支世界级信用团队，可能需要10几年。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买下这个领域最有声望的公司之一。2018年年底， Brookfield 主动接触 Howard Marks 和 Bruce Karsh。 真正打动 Oaktree 的并不是 Brookfield 出的价格最高，而是他愿意承认这家公司最值钱的东西恰恰不能被轻易整合。2019年3月，双方宣布交易， Brookfield 将收购大约 62% 的 Oaktree 业务，公开股东可以选择每个单位获得49美元现金，或者换成一定数量的 Brookfield 股票。按照公开资料，这笔交易的价值约为48亿美元。交易完成后， Howard Marks、Bruce Karsh 以及 Oaktree 员工继续持有剩余权益，并保留运营控制权。Brookfield 获得经济上的多数权益，却没有立刻把自己的管理方式压到 Oaktree 头上。Brookfield 只在 Oaktree 董事会安排2名代表， Howard Marks 则进入 Brookfield 董事会。两家公司在客户、募资和资本方面合作，但投资团队、产品、品牌和日常管理继续保持独立。这套安排非常像一场经过精密设计的婚姻。Brookfield 需要 Oaktree 的信用投资能力，却不能把它变成 Brookfield 的信用部。Oaktree 需要 Brookfield 的规模和长期资本，却不愿意让基金经理每天考虑母公司的季度利润。双方甚至需要建立信息隔离。Brookfield 可能正在谈判收购一家上市公司，而 Oaktree 可能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或债券。如果内部信息随意流动，就会产生严重利益冲突。所以即使两家公司属于同一个体系，也不能像普通部门一样完全合并。Bruce Flatt 当时甚至承认， Oaktree 可能永远不会被完全整合。通常一家公司花几十亿美元完成收购，管理层会马上谈协同效应、裁员、系统合并和成本节约。Brookfield 却反过来强调不要乱动，因为他买的不是一组办公室和电脑，而是一群投资人的判断力、声誉和客户信任。交易完成后不到半年，第一场大考就来了。2020年初，新冠疫情让全球市场突然停摆，企业债券暴跌，航空、酒店、能源和零售公司陷入现金危机。Oaktree 等了很多年的困境机会终于出现，这时 Brookfield 的作用开始显现。Oaktree 为新一期机会基金募集了超过160亿美元。Howard Marks 后来表示，如果完全依靠 Oaktree 自己，未必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个规模。Brookfield 向自己的全球客户介绍 Oaktree， 也用自身品牌和资本实力给投资者增加了一层信心，这正是双方合作最有价值的地方。Howard Marks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谨慎，什么时候可以在恐慌中出手。Brookfield 则拥有遍布全球的机构客户、保险资金、主权基金关系和大型交易网络。当 Oaktree 看到机会时， Brookfield 可以帮助他更快获得弹药。过去 Oaktree 像一名技术极强的狙击手，但弹药数量和补给速度仍然有限。加入 Brookfield 以后，后面多了一整套全球后勤系统。Brookfield 也从 Oaktree 身上学到了另一种赚钱方式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本，交易周期很长。信用基金则可以投资公司贷款、资产支持证券、不良债务和公开债券，资金部署速度更快，产品类型也更多。更重要的是，
私募信贷正在成为全球资产管理行业最重要的增长领域之一。金融危机以后，银行受到更严格的资本监管，很多企业贷款逐渐转移到私募基金，保险公司和养老金则希望找到比传统债券收益更高、波动又比股票更低的资产。Brookfield 拥有保险和财富管理渠道 ，Oaktree 拥有发放贷款、评估信用风险和处理违约的能力。两家公司组合起来，可以从同一个客户身上获得多层收入。Brookfield 可以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股权，也可以通过 Oaktree 提供贷款，可以帮助保险资金寻找长期资产，也可以把 Oaktree 的信用产品卖给高净值投资者。当借款人经营顺利时收取利息，当借款人陷入困境时， Oaktree 又能进入重组和不良债务市场。从2019年合作到2025年宣布购买剩余权益， Oaktree 管理资产增长约 75%。到2026年3月底， Oaktree 管理资产已经达到约2240亿美元，员工超过1500人。Brookfield 没有把 Oaktree 吞掉，反而让它获得了更大的募资平台。与此同时， Brookfield 自己的资产管理规模突破1万亿美元，信用业务成为增长最快的板块之一。Oaktree 还帮助 Brookfield 把保险资金、私人财富和私募信贷连接成一个更完整的资金循环。这场婚姻经过6年以后，双方已经没有必要继续保持复杂的少数股东结构。2019年的协议本来就留下了一条通道， Brookfield 可以在之后几年逐步买入 Oaktree 员工和前员工持有的权益。自2020年以来， Brookfield 陆续增加了大约13个百分点的权益，到2025年已经持有约 74%， 最后剩下的 26% 主要掌握在 Howard Marks、Bruce Karsh 其他合伙人和员工手里。2025年10月，双方宣布 Brookfield 将以约30亿美元买下最后约 26% 的权益。2026年4月，双方签署最终交易协议。到了7月，这笔延续7年的收购正式完成。按照最后一笔交易计算， Oaktree 整体估值大约115亿美元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奇怪，2019年 Brookfield 花约48亿美元买了6成，6年后为什么最后1/4还要花30亿美元？原因很简单，2019年的 Oaktree 和2025年的 Oaktree 已经不是同一家规模的公司，它的管理资产增长了约 75%， 信用行业的市场地位明显提高，私募信贷也从另类投资里的一个分支，逐渐变成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融资来源。Brookfield 同时建立起更大的保险和财富管理平台， Oaktree 能够产生的协同价值比6年前更高。这30亿美元买到的也不只是管理费收入，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将获得更多 Oaktree 的管理费利润、基金业绩分成，以及 Oaktree 在17 Capital 和 DoubleLine 等合作管理公司的权益。母公司 Brookfield Corporation 则会得到更多资产负债表投资收益和基金业绩分成。换句话说，一家公司买的是稳定管理费，另一家公司买的是投资收益和上行空间。交易对价允许 Oaktree 合伙人选择现金、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股票、Brookfield Corporation 股票或其他约定工具。选择 BAM 或 BN 股票的人需要分别接受2年或5年的锁定安排。这个安排很有意思， Brookfield 没有简单给一张支票让 Oaktree 的合伙人拿钱走人，他让这些人继续持有合并后的公司，并通过较长锁定期把他们和未来业绩绑在一起。管理层安排也随着交易落地变得更清晰。Howard Marks 继续留在 Brookfield Corporation 董事会， Bruce Karsh 已经进入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董事会， Robert O'Leary 和 Armen Panossian 继续担任 Oaktree 联席首席执行官， Jagia 则在2026年接任 Oaktree 首席运营官。 Oaktree 没有在收购完成后消失，品牌、投资团队和核心管理层仍然保留，但它已经从一家由创始团队掌握运营控制、Brookfield 持有多数经济权益的合作伙伴，正式变成 Brookfield 完整拥有的信用平台核心。就在交易完成前夕， Brookfield 公布了一组能够解释这30亿美元为什么值得支付的数据。截至2026年6月底， Brookfield 整个信用平台的管理资产达到约4160亿美元，收费资本达到约3260亿美元。第二季度信用业务费用收入为 5.09 亿美元，比去年同期的 3.99 亿美元增长约 28%。 这个季度 Brookfield 在信用领域募集了约510亿美元，其中约60亿美元来自 Oaktree 和其他合作管理公司。信用策略共部署约100亿美元，其中19亿美元投向机会型信用。
交易在7月完成以后， Brookfield 第一次可以完整分享 Oaktree 的管理费、业绩分成和资产负债表投资收益。这让收购的意义从买下一位传奇投资人的公司，变成把一个已经能够持续募资、放贷并产生费用的信用平台接入 Brookfield 的保险和全球分销体系。Brookfield 真正想建立的是一个可以覆盖全球主要另类资产类别的超级平台。Blackstone 在房地产和私募信贷领域规模庞大， Apollo 把保险资金和信用投资结合得非常成功， KKR 也通过保险和私人财富渠道快速扩张。Brookfield 原来最强的是实物资产，它拥有电力、基础设施、房地产、数据中心和工业企业。 Oaktree 补上了信用，保险业务则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，私人财富平台把产品卖给更多个人投资者。这几个板块一旦连在一起，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强的循环。保险公司把保费交给 Brookfield 管理， Brookfield 把长期资金投向基础设施、房地产和信用产品， Oaktree 负责筛选贷款、债券和困境机会。资产管理公司收取管理费，母公司获得投资收益。随着业绩和规模增长， Brookfield 又可以吸引更多保险资金和客户资本。很多人把 Brookfield 看成一家复杂的投资控股公司，实际上他正在尝试建立一个类似金融生态系统的结构，自己拥有资产，替别人管理资产，为资产提供贷款，还能够用保险资金长期持有这些投资。 Oaktree 就是这个系统里的信用发动机。不过，这场看起来非常成功的婚姻也有几个潜在风险。第一是文化， Oaktree 最重要的品牌是谨慎、逆向和愿意等待。 Brookfield 则是一台规模庞大的资本部署机器，每年需要募集和投资数百亿美元。随着 Oaktree 完全进入 Brookfield 的体系，基金经理能不能继续说现在没有足够好的机会，我们宁愿不投，将决定他是否还能保持原来的文化。资产管理公司最容易犯的错误是先募集太多资金，再为了收取管理费而被迫寻找项目。 Howard Marks 一生都在提醒投资者，不要因为手里有钱就降低标准。第二是利益冲突， Brookfield 可能同时是某家公司的股东、债权人、资产买家和运营方， Oaktree 也可能投资同一家公司的不同层级债务。业务越全面，信息隔离和利益安排就越复杂。第三是接班，这场收购完成时， Brookfield 自己也在换代。2026年2月，Connor Teskey 接替 Bruce Flatt 出任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首席执行官， Bruce Flatt 继续担任 Brookfield Corporation 首席执行官和 BAM 董事长。 Oaktree 则由 Robert O'Leary 和 Armen Panossian 负责日常经营， Howard Marks 与 Bruce Karsh 继续守住投资文化和关键决策。这可能是整个交易最难的部分。一家工厂可以换管理层，一条收费公路可以更换运营商，但投资机构的核心资产存在于人的判断、纪律和合作方式中。收购协议能够转移股权，却不能自动复制 Howard Marks 对周期的感觉，所以这笔交易真正的答案可能要等下一场大型信用危机才会揭晓。当市场再次出现大规模违约， Oaktree 是否还能像2008年那样提前准备资金，在别人恐慌时买入？ Brookfield 是否愿意让他保持耐心，而不是要求迅速扩大规模？两家公司建立的保险、财富和信用平台能否在危机里提供稳定资本，而不是成为新的压力来源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 Brookfield 前后投入接近80亿美元买下 Oaktree， 可能会成为另类资产管理行业最成功的长期交易之一。他买到了一家公司，也买到了一种在危机中赚钱的能力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 Brookfield 可能会发现，橡树之所以值钱，正是因为它长得很慢，也不喜欢被人不断催促。这场交易最值得学习的地方，并不是大公司如何吞并小公司，而是 Brookfield 在最初6年里选择忍住不动。他知道 Howard Marks 最值钱的地方，就是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什么时候应该投资。他用资本、客户和分销帮助 Oaktree 变大，却没有急着把 Oaktree 变成自己。先买下经济利益，再保留文化，先让双方一起经历一个完整周期，再完成最后收购。这不像传统并购，更像一次经过7年试婚以后，双方在2026年7月终于决定把所有财产放到一起。感谢大家观看，希望大家多多点赞和关注，这是对我们持续创作内容的最大鼓励。我是韭菜不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